卢卡当众表白了，他说我爱你。妮娜这下彻底懵了，上辈子他只是卢卡的粉丝，谁能想到这辈子两人竟然能离得这么近？就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卢卡直接单膝跪地，这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。卢卡死死抓着妮娜的手，他问：就算看到真实的我，你还会继续爱我吗？还没等妮娜回答，卢卡一把将她拉进怀里。这一刻，妮娜觉得自己的人生简直像做梦一样。谁能想到自己的未婚夫竟然就是最爱的那个偶像？从前的妮娜还只是个平平无奇的上班族，每天累得只想叹气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。前辈总是阴阳怪气地训他，说他连这点杂活都干不好。这还没完，那个秃头老板更让人头大，居然当众问他有没有男朋友，还非要给他介绍对象。摊上这种职场环境，换谁都得崩溃，不仅要应付工作，还得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私人问题。本以为当个白领能挺体面，结果每天累得跟什么似的。就在他垂头丧气的时候，街边的大屏幕突然响起了熟悉的旋律，是那个现在火得一塌糊涂的偶像男团，而站在最中间的正是卢卡。只要看到这张脸，刚才那些烦心事儿全都能抛到脑后，毕竟这可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啊！赶紧把新歌视频分享出去。卢卡这次的造型简直帅到没朋友。为了明天的首秀直播，他已经想好了，天塌下来也绝对不加班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连洗澡的时候要看几遍都计划得清清楚楚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他美滋滋吃的晚饭时，手机上的一条推送让一切都变了。新闻上说，当红偶像卢卡竟然失踪了，经纪公司已经彻底联系不上他。这消息一出，妮娜整个人都傻了，网上全是关于卢卡失踪的讨论，有人猜他是不是出事了，甚至还有人说他被私生饭跟踪了。妮娜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事业才刚要起飞，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？更让他难受的是，身边的人居然还在拿这件事开玩笑，甚至在那家猜卢卡是不是已经没命了。虽然心里气得不行，可妮那一句话也反驳不了，毕竟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几个月就这么没了。卢卡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大家的热情也跟受凉了下去。曾经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他的粉丝，早就转头去追别的星团了。手机里的群聊全是别人家爱豆的新歌推送，难道这世界上只剩自己还在为他难过吗？看着手机里的旧照片，妮娜心里越来越没底。卢卡，你该不会真的回不来了吧？明明当初在演唱会上，卢卡还那么真诚地感谢大家，说他最喜欢在舞台上跳舞，还保证会一直陪着粉丝。可现在人说没就没，那些承诺难道真的都要变成空话了吗？妮娜突然想通了，要是连自己都放弃了，那卢卡就真的彻底消失了。为了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重逢，她必须得支棱起来。妮娜现在满脑子都在想，怎么才能以最完美的形象去见他。为了这虚无缥缈的重逢，妮娜甚至打算从今天开始减肥。可她正盘算着食谱呢，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近在咫尺。旁边几个小孩正打闹着跑过，其中一个突然停下系鞋带。就在这一秒，头顶传来了金属断裂的声音，那是工地上掉下来的钢筋，这要是砸中了，后果根本不敢想象。妮娜根本来不及思考，身体比脑子反应更快，直接朝着小孩扑了过去。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撞击声，周围一下子安静了。妮娜拼尽最后一点力气，把孩子推到了安全地带，可她自己却被死死压在了钢筋下面。这下真的麻烦了，血根本止不住。妮娜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，意识也开始一点点抽离，周围乱成了一锅粥，路人的呼救声越来越远。妮娜在心里拼命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就这么睡过去。还没见到卢卡，还没等到那个约定的重逢，要是现在就交代在这，那之前所有的坚持不全白费了。可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就在视线彻底变黑的那一刻，四周的嘈杂声刷的一下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白光。妮娜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一个奇怪的空间，对面那个发光的人影到底是谁？这个发光的小人一开口就很有礼貌，说很高兴见到妮娜。可还没等妮娜反应过来，对方紧接着就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说他已经死了，过一会儿意识就会消失，然后直接去天堂报道。妮娜整个人都傻了。结果对方话锋一转，说原本几个月前就有个倒霉蛋因为意外去世，他正打算让那个人转生，可要是妮娜因为太想见那个人，最后变成地缚灵留在这，那事情就变麻烦了。所以这个发光的小人决定给妮娜一个特别优待，让她也跟着一起转生。还没等妮娜想明白，周围的景象就开始模糊，耳边传来一个声音：妮娜小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妮娜一睁眼，发现自己没在天堂，反而站在一个金碧辉煌的房间里。旁边的女仆一脸担心地问：妮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妮娜现在脑子里乱成一锅粥，刚才明明被钢筋砸得透透的，怎么现在手脚健全，连个伤疤都没有？难道刚才那些要命的经历全是一场梦？还没等她想明白，低头一看这身夸张的礼服，妮娜直接叫出了声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如果转生是真的，那个发光小人说的卢卡是不是也在这儿？女仆可没时间让她发呆，拉着她就往外走，说见面会的时间到了。妮娜这下彻底慌了，自己连要去见谁都不知道。妮娜还没从转生的懵逼中缓过来，就被带到了一扇大门前。守卫说：妮娜小姐，您的未婚夫就在里面。未婚夫？这转生的福利也太到位了，刚落地就给发个老公。妮娜这下心里更没底了。门一推开，屋里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，窗边站着个高大的身影，看样子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妮娜大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，等那个人转过身，她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红头发、紫眼睛，还有那标志性的耳环，这不就是她心心念念的卢卡吗？可眼前的卢卡表情冷冰冰的，但这张脸她绝对不会认错。妮娜试探着叫了一声：卢卡。
妮娜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倒霉遇上意外，结果一睁眼竟然转生到了异世界。还没等她适应新身份，眼前出现的这个男人直接让她当场破防了。妮娜指着对方大叫：“这不就是卢卡吗？活生生的偶像就在眼前，是该要签名还是先握手？”旁边的侍从赶紧过来，要把这位大人物介绍给妮娜。原来他就是皇太子的秘书官卢卡·威廉大人。妮娜这下彻底懵了，追星追到异世界，这剧情谁能想得到？这近距离的美颜暴击，简直让妮娜快要不能呼吸了。这哪是真人啊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艺术品！妮娜在心里疯狂尖叫，这辈子真的值了。可还没等她高兴太久，卢卡突然叹了口气，他直接凑到妮娜跟前，语气冷得像冰。卢卡冷笑，还以为是什么名门淑女，结果也是个只看脸的俗人，真是让人失望。这话一出，妮娜整个人都懵了。卢卡接着补刀，只要长得帅，随便谁对你笑笑，你都能看入迷是吧？这偶像的人设怎么跟想的一点都不一样？卢卡接下来的话简直像一盆冷水，直接把妮娜浇透了。他冷冰冰的警告，这场婚约不过是演戏，让妮娜最好识相点，别挡了他的路。说完这些狠话，卢卡头也不回的走了，只留下妮娜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发呆。原本以为是浪漫邂逅，结果对方根本没把他当回事。等女仆急急忙忙赶过来，妮娜已经彻底破防了。这一世界追星之路刚开始就直接翻车了。女仆在旁边急得不行，一直追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妮娜这会儿还没缓过神，脑子里全是刚才卢卡那张冷脸。他终于确定了一件事，自己不仅是穿越了，连那个高不可攀的偶像卢卡竟然也转生到了这个世界，而且两人现在还有了婚约，这简直就是追星族的终极梦想。本以为是老天爷开恩，让他能近距离接触男神，结果身体太不争气，还没说上两句话就直接断片了。等妮娜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卧室里，女仆一脸担心的守在旁边，说她刚才见到卢卡大人后，竟然激动的当场晕了过去。妮娜盯着天花板，嘴里还念叨着卢卡的名，她还是不敢相信，刚才那个毒舌男真的是她追了那么久的偶像卢卡吗？结果女仆这一开口，直接把她整不会了。卢卡根本不是什么大明星，而是皇太子的秘书。妮娜试探着问了问，才知道眼前的女仆叫丽兹。接着她脑子一抽，想看看这世界的人能不能接受穿越。妮娜问，如果我说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你会怎么办？丽兹听完，整个人都严肃了起来。丽兹回答，那我会立刻取消婚约，再把你强行送去医院看脑子。这话下的妮娜当场清醒，赶紧解释自己身体好得很，开什么玩笑，好不容易才跟偶像订了婚，这要是被当成疯子抓走，那这辈子就彻底凉了。丽兹前脚刚走，妮娜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，卢卡是皇太子的秘书，那他自己又是个什么身份？最麻烦的是，这具身体原先的记忆，他是一丁点儿都没继承到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他在屋里翻出了一本日记，这日记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原来他和卢卡的婚约根本就是家里长辈定下的。原主的父亲是个大商人，为了能抱上皇室的大腿，硬是把女儿送进来，原因原主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。这下全对上了，难怪这屋子到处都金灿灿的，原来他现在已经住进皇宫待嫁了。既然身份搞清楚了，妮娜也坐不住了，她打算先去这大城堡里溜达一圈，看看能不能再找点线索。妮娜嘴上说着要出去转转，可真站在这大城堡里，她反而有点迷茫了。这地方大得跟迷宫一样，到底该往哪儿走？看着窗外这梦幻的景色，妮娜觉得自己简直掉进了童话书里，尤其是身上这件漂亮礼服，以前只能在心里羡慕一下，现在居然真穿在了自己身上。就在她对着窗户感叹的时候，手指是随随便便往窗框上一打，结果咔嚓一声，整块玻璃直接裂成了蜘蛛网。这下妮娜彻底傻眼了，难道穿越之后，连前世那骨子怪力也跟着过来了？要知道，她以前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姑娘，毕竟他们家祖上几代都是专门给大财团当保镖的。说到这身怪力，那还得从她小时候说起。当时她爸正忙着出任务，保护一个大人物，母亲还特意交代妮娜千万别乱跑。结果这孩子压根没听进去，一转头的功夫就撞见个正准备行凶的杀手。那杀手正得意呢，觉得这单生意稳拿把钻，根本没把远处的保镖放在眼里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身后居然冒出个小不点，还一脸天真的问他：“叔叔，你是不是坏人？”杀手当时就懵了，刚想把这小鬼打发走，结果下一秒，他这辈子最惊悚的画面出现了。妮娜随手一抓，那把金刚做的真家伙，居然像橡皮泥一样，直接被他捏成了废铁。这下杀手彻底傻眼了，这哪是小女孩啊，这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小怪物。那个杀手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估计就是没看路。妮娜这一拳下去，对方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谁能想到，一个还没桌子高的小姑娘，居然能把一个壮汉像拖死狗一样拽到亲爹面前？这下连当保镖的老爸都看傻了，这哪是亲闺女啊，这简直是老天爷给的满级号。家里人一看这天赋，干脆就把她往顶级保镖的方向练，甚至有人管她叫最强武神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妮娜慢慢长大了，可这深异于常人的怪力，却成了她最想甩掉的包袱。其实妮娜也想跟普通女孩一样，休息日去听个演唱会什么的，可换来的却是老爸的一顿咆哮，休息时间也得去参加安保训练。从那以后，妮娜再也没反抗过家里，看着别人都能穿得漂漂亮亮，自己却只能整天一身黑西装，这种日子她早就受够了。好在过去那些糟心事，在这个新世界没人知道。妮娜暗暗下定决心，这辈子一定要当个优雅的淑女。难道是老天爷显灵了，特意给了她这次重生的机会，让她终于能穿上这件梦寐以求的漂亮裙子？妮娜这会儿正美着呢，不过高兴归高兴，她得赶紧回房间。
结果这地方实在太大，妮娜走着走着就发现不对劲了，这下尴尬了，她居然迷路了，到底是找人问路，还是自己硬着头皮找回去？妮娜一咬牙，决定顺着刚才的路往回走。谁能想到，她这一转身，直接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。抬头一看，居然是卢卡。这下两人都愣住了，卢卡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看他这副表情，难道是发现什么秘密了？卢卡这下没站稳，整个人直接往前倒去。妮娜一看要出事，手比脑子反应快多了。谁能想到，这画面跟剧本写的完全反了，不是英雄救美，而是妮娜一个横抱，稳稳当当地把卢卡接住了。两人就这么大眼瞪小眼，卢卡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姑娘力气怎么大得这么离谱？妮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优雅淑女的人设怕是要当场报废了。她赶紧把人放下，嘴里不停的道歉，这地方是没法待了，她只想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就在妮娜准备开溜的时候，卢卡突然在背后喊住了她，等一下。妮娜本以为这下彻底玩完了，结果卢卡突然开口问，你等会儿有空吗？妮娜还没从刚才的尴尬里缓过来，就听到卢卡接着说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了，卢卡这是要带她去哪？卢卡这一路走得可不慢，妮娜在后面跟着，心里早就开始打小算盘了，毕竟是跟未婚夫单独相处，去的地方肯定不一般吧。看他这架势，估计连约会的餐厅，甚至是结婚的教堂都想好了。结果卢卡一开口，直接把他拉回了现实，这哪是什么浪漫圣地，分明就是士兵流汗的操练场。这下妮娜彻底懵了，带未婚妻来这儿看人打架。卢卡接下来的话，恐怕要让这气氛彻底变味了。卢卡突然问他，是不是以前练过武？这问题可把妮娜吓得够呛，难道穿越者的身份这么快就要穿帮了？好在卢卡没深究，说自己只是第一次被异性这么抱，所以才表现得有点不自然。他直接让妮娜在旁边看好了，说要亲自给他做个示范。这下妮娜心里的小人儿已经开始疯狂尖叫了，这种近距离看帅哥表现的机会，必须得死死刻在脑子里才行。他正美着呢，旁边突然有人叫了他一声，奥尔德巴兰过来了。奥尔德巴兰指了指旁边的位子，问妮娜愿不愿意坐下看。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妮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位是皇太子的护卫，还是卢卡的武术老师。奥尔德巴兰这身份在宫里可不一般。他一边带路一边感叹说，早就听说两人订婚的消息了，看来这门亲事早就成了大家私下的谈资。趁着卢卡在远处练剑，奥尔德巴兰突然压低声音问，你对这段婚约真的满意吗？毕竟卢卡平时最讨厌女人靠近，他是怕卢卡刚才态度太差，让这位新未婚妻受了委屈。可这话听在妮娜耳朵里，事情好像变得更复杂了。妮娜突然想起日记里的内容，原来原主也是被迫结婚，而卢卡这边这场婚约从头到尾就是演戏。正琢磨着呢，卢卡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过来了，他直接凑到妮娜跟前。卢卡问，你刚才是不是根本没看？妮娜这下彻底慌了，赶紧大声解释，没有的事，我真的看得很认真。卢卡没再纠缠，转头就开始催奥尔德巴兰。卢卡说，你这休息时间也太长了。看着这两个男人站在一起，妮娜这才反应过来，难怪奥尔德巴兰刚才问东问西，原来是真把卢卡当自己人护着。可谁也没注意到，不远处的守卫正死死盯着他们这边，这眼神可不像是在看热闹。奥尔德巴兰还在那跟卢卡开玩笑，说想赢他就要再练练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后面突然有人直呼卢卡的大名。卢卡刚一回头，那个守卫竟然提着长矛直接冲了过来。这一招明显是奔着要命去的。就在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妮娜竟然一个箭步冲到了最前面。卢卡这下彻底懵了，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未婚妻，竟然会直接挡在他身前。这一枪要是真刺下去，妮娜这条命怕是都要交代在这了。她徒手抓住了刺过来的长矛，鲜血顺着手心往下滴，却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妮娜冷冷地说，刚才真的好险。卢卡整个人都看傻了。妮娜指着那个逃跑的背影大喊，就是他，刚才就是那个人想偷袭。奥尔德巴兰反应最快，二话不说就追了上去，敢在皇宫里公然行刺，这胆子也太肥了。妮娜盯着那人消失的方向，心里直打鼓，那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，而且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冲着卢卡来的。卢卡赶紧扶住妮娜的肩膀，连声喊着她的名字。卢卡紧张地问，妮娜你受伤了吗？看着卢卡这副担心的样子，妮娜刚才那股狠劲儿一下子全没了，她支支吾吾地回答，我没事。结果这气氛还没煽情2秒，妮娜就开始傻笑起来。这下轮到卢卡无语了，这姑娘怕不是被吓傻了吧？那个刺客一路狂奔，总算躲进了没人的角落。他现在脑子里全是妮娜，那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竟然能空手接白刃！还没等他喘匀气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这下他彻底僵住了，一只手直接揪住了他的头发。男人冷冷地问：“任务失败了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？”刺客吓得魂都没了，赶紧求饶：“维克托殿下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可惜这位维克托殿下根本没打算听他废话，他原本以为这事儿稳了，结果却被搞砸了。既然没用了，那就没必要留着了。手起刀落，连求饶的机会都没给。维克托随手甩掉剑上的血，看来是高估了这家伙，得赶紧找个更靠谱的杀手才行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原来想杀卢卡的竟然是这位维克托殿下。维克托处理完那个没用的刺客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保住自己的位子。另一边，奥尔德巴兰正对着妮娜一顿猛夸，刚才那一手空手接白刃，不管是反应还是意识，简直就是顶级护卫的水准。这种人才留在城堡里当花瓶，在他看来简直是浪费。妮娜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
心里却冒出了个大胆的想法。他突然一脸认真地问卢卡，以后能不能让他天天贴身保护？这要求一出，卢卡整个人都听傻了。妮娜还觉得挺有道理，毕竟刚才要不是他在，卢卡这会儿怕是已经躺下了。他现在是真不放心让卢卡一个人待着。奥尔德巴兰还在旁边疯狂助攻，觉得这主意简直绝，非要让妮娜以后就守在卢卡身边。卢卡这下头大了，奥尔德巴兰这助攻打的是真到位，直接要把这事儿给板上钉钉了。妮娜一听能名正言顺待在卢卡身边，整个人都乐开了花。卢卡还在那儿垂死挣扎，觉得奥尔德巴兰太自作主张，结果人家一句话就把他给毒死了。有未婚妻在旁边挡着，那些狂风浪蝶谁还敢往上凑？这下卢卡是彻底没话说了。奥尔德巴兰趁热打铁，当场宣布卢卡保护小队正式成立。这哪是找保镖啊，这分明是给卢卡找了个甩不掉的监护人。卢卡嘴上吐槽奥尔德巴兰在看戏，可妮娜心里却想得更深。她记得很清楚，神曾经说过，卢卡在前世就是死于意外。既然这一世卢卡又被盯上了，那他绝对不能坐视不管，哪怕只是为了求个心安，他也要拼尽全力改写这个结。就在妮娜想得出神的时候，卢卡突然伸手敲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这一下直接把他给拽回了现实。卢卡一脸严肃的约法三章，既然决定要当他的护卫，那以后没他的允许，绝对不准离开他身边半步。妮娜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她不仅要做卢卡的未婚妻，还要成为他最坚实的盾牌。只要能守在他身边，付出什么代价都行。毕竟这是神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把卢卡从死神手里抢回来。虽然昨天刚发过誓，一定要把卢卡给护周全，可真到了要落实的时候，妮娜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卢卡心里也没底，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哪有让名门千金跑来给未婚夫当保镖的？”奥尔德巴兰倒是看得很透，他说这事儿能不能成，全看皇太子维克托点不点头。皇太子维克托作为帝国唯一的继承人，大家都说他性格温和，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。妮娜听完心里稍微有了点底，卢卡也挺给力，直接把这活儿揽了过去，说他明天正好没公事，先去帮妮娜把见面的事儿给定了。奥尔德巴兰也在旁边帮腔，觉得只要维克托见了妮娜，肯定会被他的本事折服。妮娜心里却还在犯嘀咕，虽说卢卡以前帮维克托解决过外交难题，两边交情应该不浅，可真要面对这位大人物，他这心里还是稳不住。这第一步能不能迈出去，全看明天的见面了。就在这花园的一角，维克托正一个人坐着看书，他这副安静的样子确实跟传闻中一样温和。妮娜赶紧追了出去，可等她赶到凉亭的时候，刚才还在那儿的人竟然一下子就不见了。妮娜正纳闷呢，明明刚才还在这儿的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就在她到处找人的时候，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突然搭在了她的肩膀上。谁在那儿？妮娜被吓了一跳，猛地回过头去。妮娜这一回头，正好撞进了维克托怀里，两人离得实在太近了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。维克托先开了口，他说：“抱歉吓到你了，刚才看你头发上有只虫子，我只是想帮个忙。”一听说有虫子，妮娜整个人都不好了，直接尖叫着跳了起来，这反应确实有点大。维克托赶紧安慰她，让她先冷静下来，顺手还把那只罪魁祸首给处理掉了。他笑着对妮娜说：“已经没事了，别担心。”妮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失态的有多离谱，她赶紧红着脸道歉。这第一次正式见面，场面确实有点尴尬。维克托笑着摆摆手，说：“没关系。”他盯着妮娜看了一会儿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说起来，我好像没见过你。”还没等妮娜反应过来，维克托接着问：“难道你就是卢卡的未婚妻，妮娜小姐？”妮娜这下更慌了，赶紧结结巴巴的承认，说自己就是妮娜·科尔曼。维克托听完笑了笑，这才正式做了个自我介绍。他说自己就是帝国的皇太子维克托。妮娜整个人都傻了，虽然刚才心里有猜测，但亲耳听到对方承认，还是被吓得不轻。维克托倒是挺淡定，他说本来卢卡今天要介绍两人认识，没想到他们俩竟然先在这儿碰上了。妮娜现在心里直打鼓，到底该怎么解释眼下的情况？她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。维克托听完这话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一脸不可思议地问：“妮娜小姐，你居然想当卢卡的护卫？”妮娜这回是豁出去了，她说虽然这事儿没先例，但她对自己的身手很有信心，只要能守在卢卡身边，她什么都愿意试一试。维克托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最后竟然松了口，他说：“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不如跟我比试一场。”妮娜这下彻底懵了，跟皇太子动手，这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维克托接着抛出诱饵：“只要你能赢过我，我就准了你这个请求，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。”妮娜没再犹豫，一口答应了下来。维克托递过木剑，问妮娜准备好了吗？妮娜一点没退缩，说随时可以开始。这架势看着还真像那么回事。维克托也没打算放水，说了一句：“那我不客气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他整个人就冲了过去，这速度快得惊人，普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可谁能想到，妮娜不仅没躲，反而稳稳地接住了这一剑。维克托这下真被惊到了。维克托收起了轻视，看来妮娜还真不是在说大话。妮娜心里却在犯嘀咕，得收着点劲儿，万一真把皇太子给伤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，最好赶在被人发现前赶紧结束，可怕什么来什么。正当两人打得起劲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质问，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。这声音一响，维克托赶紧停了下来，喊了一声母亲。妮娜这下彻底懵了，眼前这位穿着紫色礼服的女性，竟然就是当今的皇后埃尔罗科。埃尔罗科的脸色可不太好看，他盯着这两个拿着木剑的人，语气冰冷地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个女孩到底是谁？”妮娜吓得赶紧道歉，毕竟私下跟皇太子动武，
这罪名可大可小。关键时刻，维克托倒是挺仗义，直接把妮娜护在身后解释，说她是卢卡的未婚妻，想当护卫才在这儿切磋。埃尔罗科听完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，只是反问了一句：“卢卡的护卫？”这下气氛更尴尬了。维克托一时间竟然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妮娜怕连累维克托，赶紧站出来保证，说自己绝对不会给殿下添麻烦。埃尔罗科重复着麻烦这两个字，眼神深不可测。他倒是没生气，反而笑眯眯的自我介绍，说自己是维克托的母亲。妮娜吓得魂都飞了，赶紧弯腰道歉，说不该没打招呼就私下比试。结果埃尔罗科不仅没怪罪，还开起了玩笑，说维克托这孩子身体弱，让妮娜以后下手轻点。维克托在旁边听得一脸尴尬，小声喊了一句母亲，想让他别说了。埃尔罗科没再多留，带着侍女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个优雅的背影。妮娜看着皇后的背影发呆，心想这位皇后长得可真漂亮啊。维克托却是一脸愁容，赶紧跟妮娜道歉，说让她在这么奇怪的情况见到了自己的母亲。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卢卡，要是知道了这件事，肯定会大发雷霆，毕竟妮娜可是卢卡的未婚妻。妮娜为了让维克托别担心，干脆把底牌给亮了。他说卢卡根本就不爱他，所以让他尽管放心。维克托这下彻底愣住了，他不确定的反问了一句：“他不爱你？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维克托的眼神一下子就变了。他突然凑近妮娜，语气里满是挑逗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插一手了？”妮娜这下彻底懵了，本来是想解释清楚，结果反而给自己挖了个大坑。为了不耽误正事，妮娜和卢卡已经赶到了临镇。这大晚上的跑这么远，全是因为维克托之前提的要求。原来维克托专门找过妮娜，说边境那边要搞一场联合演习。这事耳听着简单，其实就是专门给妮娜设的局。维克托把话挑明了，只要妮娜能在演习里证明实力，他就会正式认可，让妮娜名正言顺的当卢卡的护卫。这可是个翻身的好机会，能不能成，全看妮娜接下来的表现了。虽然是为了正事才住进这镇子，可现在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。妮娜心里直犯嘀咕，跟自己的偶像单独相处，怎么就这么难开口呢？这一走神，直接撞到了卢卡身上。妮娜赶紧道歉，生怕给对方留下坏印象。卢卡却突然停住了脚步，路边竟然坐着个熟面孔，是哈利。他抱着把吉他，正一个人在那儿发呆呢。卢卡主动上前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哈利显然也没想到能在这地方碰上卢卡。妮娜看着眼前这个戴帽子的少年，一脸好奇。妮娜问卢卡：“这位是谁？”卢卡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给两人做介绍。他说这是哈利，可是这镇上最厉害的音乐家。妮娜盯着那把吉他，心里还在琢磨音乐家这个词。哈利却显得有点垂头丧气。他问卢卡是不是自己弹得太烂了，忙活了半天，连个驻足听曲的人都没有。卢卡倒是很暖心，他说既然没人听，那不如专门为我们弹一曲。看着街上匆匆而过的行人，哈利这下总算找到了听众。卢卡温柔地安慰他，让他别想那么多。谁知道哈利突然像变了个人，大喊一声：“就是这个！”这一下把妮娜和卢卡都给整不会了。他到底想到了什么？谁能想到哈利憋了半天，竟然是想让卢卡当众跳舞，好帮他招揽路人。卢卡拒绝的那叫一个干脆，不行，你必须靠自己的本事吃饭。哈利这下彻底慌了，要是没人停下来听，他这琴不就白弹了吗？他甚至放低姿态求卢卡，说只要卢卡肯帮忙，大家肯定都会围过来。可卢卡根本不吃这一套，转头就要走。就在这时候，妮娜却留了下来。她看着哈利那副样子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妮娜一脸抱歉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要是会跳舞就好了，可惜我实在没那个天赋。”看着妮娜在那儿哄孩子，卢卡这下也走不动道了。这局面真是越来越尴尬了。卢卡终究还是没能硬下心肠，他一边抓狂一边喊：“行了行了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”他转头让哈利赶紧准备好，这下是真的要豁出去了。卢卡无奈地表示：“这舞我跳了。”与此同时，在镇上的另一边，维克托正跟奥尔德巴兰商量行程，说明天太阳下山前就能打到回府。奥尔德巴兰刚想接话，维克托却突然被窗外的动静吸引了。他盯着楼下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是谁？堂堂卢卡竟然在街头卖艺！卢卡这一出手，效果简直炸裂。哈利在后面拼命弹琴，这组合一下子就把整条街的人都给招来了。楼上的维克托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他盯着卢卡的脸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这种表情，他以前可从来没在卢卡脸上见过。再看看台下的妮娜，喊得比谁都大声。维克托这下全看明白了，他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原来是单相思啊。”奥尔德巴兰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赶紧问是怎么回事。维克托却只是笑了笑，摆摆手说没什么。卢卡简直是把全场的魂都给勾走了。妮娜在台下喊的嗓子都要哑了，可卢卡接下来的一个动作，直接让气氛到了顶点。他竟然在跳舞的间隙，对着台下微微一笑，这下全场的女生都疯了，一个个都在那儿尖叫，觉得卢卡是在对自己放电。只有妮娜愣在原地，她看着眼前这个闪闪发光的男人，心里终于有了实感。原来平时跟他斗嘴的这家伙，真的是那个万众瞩目地卢卡。就在妮娜看得入神的时候，咔嚓一声，坏事了！她手里借来的那根音源棒，竟然因为太激动给掰断了。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表演完美收场。卢卡跟哈利帅气的击了个掌，可他连汗都没顾上擦，直接就奔着妮娜走了过来。他停在妮娜面前，轻轻叫了一声她的名字。这下轮到妮娜不知所措了，她最崇拜的偶像竟然真的从台上走下来，直接站到了她面前。卢卡看着妮娜这副傻样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别在那儿
胡思乱想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妮娜赶紧点头答应，可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卢卡已经很自然的把外套披在了她身上。这一幕正好被旁边的路人看在眼里，大家都在感叹卢卡大人不仅舞跳得好，人也这么温柔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热闹背后，正酝酿着一场杀机。维克托冷冷的交代，一定要杀了他。神秘人站在窗边，看着递过来的药粉，语气平淡的回了一个字：好。维克托接着问，找到好用的棋子了吗？神秘人说已经找好了，是一个军校出来的穷学生。维克托站在窗前，看着玻璃里自己的倒影，最后又交代了一句，一定要抓到他的把柄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卢卡带着妮娜来到一家餐厅，他先开口道歉，不好意思让你陪我跑这一趟。妮娜赶紧摆手，完全不会，我也玩得很开心。这时候侍者把咖啡端了上来，卢卡道了声谢。妮娜看着眼前的黑咖啡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她记得以前听人说过，卢卡喝咖啡必须加很多奶，于是她顺口就问了一句，你不加奶吗？这话一出，气氛直接变了。卢卡盯着他问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加奶就喝不下去？妮娜这下彻底慌了，要是让她知道自己前世就是他的死忠粉，这婚约怕是保不住了。卢卡这下有点尴尬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就加点奶吧。就在两人喝咖啡的时候，旁边突然冒出一个男人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男人盯着卢卡问，刚才在外面跳舞的人是不是你？卢卡虽然觉得莫名其妙，但还是承认了，没错是我。男人听完表现得特别激动，说卢卡跳得实在是太棒了，自己忍不住想过来打个招呼。妮娜在一旁看着，总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劲，哪有陌生人会突然跑过来说这种话？卢卡显然也不想多聊，直接拒绝了对方。男人见状只好先离开，可还没走两步，他又回过头指着窗外问，你认识外面那个女人吗？妮娜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那个男人突然伸手往卢卡的杯子里撒了点什么东西。卢卡看了一眼窗外，摇摇头说不认识。那个男人听完客气了两句就打算走，妮娜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万一那女人是个跟踪狂呢？卢卡倒是一点没当回事，拿起勺子就准备喝咖啡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妮娜突然发现不对劲，她一把按住卢卡的手，大喊一声别喝。卢卡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妮娜死死拽住。等他低头看向勺子，才发现上面沾着奇怪的粉末，这分明就是毒药。原来刚才那个男人故意指着窗外，就是为了趁妮娜分心好动手脚。妮娜急着想去抓人，卢卡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现在追肯定来不及了，还是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再说。卢卡表现得太淡定了，这让妮娜心里更没底，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，有人是铁了心要她的命。看着卢卡的背影，妮娜忍不住问了一句，卢卡你不害怕吗？明明有人随时想要你的命，这种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卢卡却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没关系，这种事经常发生。这轻描淡写的态度反而让妮娜更揪心了，到底经历了多少次暗杀才能对这种事习以为常？两人走到了人多的街上，妮娜还在四处张望，生怕刚才那个杀手又从哪个角落钻出来。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卢卡突然叫了她一声，妮娜这才猛地回过神来。卢卡突然转过头问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妮娜这下有点懵，卢卡比了个2的手势，毕竟你都救了我2次了，这人情可不能白欠。妮娜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想给谢礼啊。卢卡没接话，只是示意他看看周围。卢卡指了指旁边的首饰柜台，要不挑个喜欢的？妮娜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确实挺精致，女孩子对这些东西天生就没什么抵抗力。卢卡突然冷不丁问了一句，你喜欢红色吗？妮娜一下子想起了以前疯狂追星应援的日子，她笑着点点头，没错，我最喜欢红色了。妮娜笑着说，红色对我来说可是很有意义的颜色。卢卡听完点点头，指着柜台里的一款说，那就买这个吧。这下妮娜可乐坏了，偶像同款色的礼物，谁能拒绝得了啊？她举着项链大喊，谢谢你卢卡，这宝贝我必须珍藏一辈子。看她那副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卢卡忍不住问了一句，你不打算戴上吗？妮娜正发愁呢，万一弄丢了怎么办？还是收起来比较保险。结果卢卡直接伸出手，让她把项链交出来。还没等妮娜反应过来，卢卡已经凑到了她跟前，这距离近的连对方的呼吸都能感觉到。妮娜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只能小声叫他的名字。卢卡倒是淡定的很，帮他扣好锁扣，随口说了句搞定了。看着胸前闪闪发光的项链，妮娜这心里怕是比项链还要乱。卢卡看着戴上项链的妮娜，笑着夸了一句，真的很适合你。妮娜小声嘀咕着，这颜色真让人怀念啊。卢卡听得一头雾水，怀念？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，妮娜突然觉得后背发凉，总觉得暗处有一双眼睛在死死盯着他们。妮娜下意识回头一看，果然一个黑发女人正站在不远处，那眼神恨不得把她给吃了。女人死死盯着卢卡，语气里全是质问，卢卡大人，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她一边说一边往前逼近，说卢卡刚才跳舞的时候明明一直在看她，为什么要骗她？卢卡这下也愣住了，他根本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招惹过这号人物，可对方显然已经疯了，觉得卢卡是在玩弄他的感情，甚至还觉得是妮娜抢走了他的男人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女人竟然从背后掏出了刀子，大喊着卢卡太残忍了，居然敢抛弃他。眼看那把刀就要刺过来了，妮娜反应极快，一把将卢卡护在身后，大喊着让他快躲开。本以为众生之后那些烂事儿就能彻底翻篇了，结果这一刻把卢卡最想忘掉的记忆全勾出来了。上辈子的他只想在舞台上好好跳个舞，可换来的
却是满屏的谩骂，甚至还有这种要命的恐吓信。这种被全世界嫌弃的感觉，让他连最喜欢的跳舞都怕了。他以为躲到这个世界就安全了，谁能想到疯子居然哪儿都有。难道重活一回，还是逃不开这个死局吗？卢卡想起他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女记者问卢卡先生，粉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卢卡笑着说，他们比谁都懂我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现在再看这些话，简直就是最大的讽刺，被自己最在乎的人伤害。卢卡这回怕是彻底崩了。妮娜看卢卡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赶紧问他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？卢卡还没从刚才的打击里缓过来，只能勉强应一声，说自己还行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结果妮娜接下来的举动直接把卢卡给整不会了，她二话不说，直接把卢卡横着抱了起来。卢卡吓得魂都飞了，这波操作实在是太硬核。妮娜一脸严肃，让他老实待着，别乱动。卢卡这下是真没辙了，只能红着脸小声商量，行，那你起码换成背着我吧。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军事演习这天。奥尔德巴兰站在高台上，正严肃地动员大家，说这次是为了加强防卫力量，现在请双方代表上前。维克托和卢卡都在旁边看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来，谁能想到妮娜竟然换上了骑士装，这气场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了。妮娜这一露面，全场立马炸开了锅，大家都认出来了，这不就是邻国商人的女儿吗？维克托在旁边看着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这气氛明显不对劲。更绝的是，这次演习竟然要用真剑，非要打到一方认输才行。卢卡在台下听得心惊肉跳，这哪是演习，这分明是在玩命。对面那男人看妮娜是个姑娘，还在这儿装大方，问她要不要换成木剑。妮娜根本不领情，直接回绝了他的好意。奥尔德巴兰站在中间，随着他一声令下，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正式开始。妮娜笑了笑，说用什么剑都一样。这话刚说完，对面的男人就发现人不见了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妮娜已经杀到了跟前，这速度快到根本没法躲，这一招实在是太快了，对方根本没看清怎么回事，手里的剑就被挑飞了出去。妮娜稳稳地停在半路，胜负一下子就分出来了。妮娜这姑娘也是实诚，赢了之后第一反应竟然是赶紧跟人家道歉，说自己下手重了。维克托在台下看着，刚想开口说点什么，结果谁也没想到这男人竟然输不起。就在妮娜转身的时候，他竟然从背后扑了上来，这明摆着是要偷袭啊！全场的人都看傻了，卢卡急得大喊，妮娜小心后面，这偷袭简直是自讨苦吃。妮娜反手就把这男人给制服了，她一脸淡定地问，这下总该结束了吧？转眼到了演习后的第二天，妮娜换回了那身淡蓝色礼服，一个人在花园里坐着。虽然在维克托面前露了脸，但妮娜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。路过的女仆们都在小声嘀咕，说她就是那个秒杀指挥官的狠角色，这名声算是彻底传开了。妮娜叹了口气，看来不管到了哪个世界，自己这异于常人的体质，注定是没法当个普通人了。就在这时，维克托走了过来，他笑着告诉妮娜，关于当护卫这件事，你已经正式通过考核了。维克托这皇子当的也是没谁了，正开着会呢，居然为了妮娜直接翘班。他看妮娜一个人在花园，就猜他是在等卢卡。妮娜也挺纳闷，问他这个大忙人怎么有空过来。结果维克托说，他看妮娜昨天状态不对，心里一直惦记着，这才偷偷溜出来找她。妮娜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疙瘩，她试探着问维克托，要是你的未婚妻是个战斗力爆表的护卫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在他看来，男人应该都受不了自己的女人比自己还能打，他觉得卢卡肯定也是这么想的。谁知道维克托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他温柔地告诉妮娜，不管他是什么样子，在他眼里都是最好的。维克托这话说的简直要把人心都给融化了。他说要是换做自己，绝对不会让妮娜露出这种表情。妮娜还没从这温柔乡里缓过神，维克托却突然示意她往那边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妮娜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就在不远处的露台上，卢卡正跟一个金发女人待在一起，看那亲密的镜头，这关系绝对不简单。谁能想到卢卡竟然背着妮娜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？这下妮娜彻底看清了，原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。维克托还在旁边假惺惺的搭话，妮娜现在哪有心思听这些，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。看着妮娜崩溃跑开，维克托反而露出了得逞的笑，看来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刚才那一幕在妮娜脑子里根本挥之不去，她还是没忍住想去找卢卡问个明白。结果刚一露面，就看到卢卡正搂着那个女人，这女人确实不一般，连妮娜都觉得她像个公主。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，妮娜心里最后那点希望也碎了。卢卡倒是挺淡定，居然还主动过来打招呼。卢卡问妮娜，你刚才去哪了？这话听着真讽刺。妮娜冷冷地回了一句，那你呢卢卡？卢卡倒是解释的挺快，说这女人是皇帝带回来的贵族，以后就住在宫里了。他还故意逗妮娜，问她是不是以为这是皇帝找的新欢。妮娜这会儿心里乱得很，干脆直接摊牌了。妮娜问卢卡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这问题把卢卡都问愣了。妮娜赶紧找补，说自己只是有点好奇，想知道她的理想型是什么样。谁能想到卢卡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把妮娜堵在了墙角。他笑着凑过去说，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你这样的妮娜。这下妮娜彻底懵了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告白？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。结果卢卡话锋一转，问他是不是真信了。卢卡随口回了一句，只要笑起来好看就行。这话听着挺敷衍，可妮娜
一下子想起了以前的事。原来卢卡以前参加节目也立过这种人设，当时主持人问他喜欢什么样的，他也是这副笑脸，说喜欢笑容可爱的女生，结果当场就被熟人拆穿了，说他明明一直盯着那个大眼睛的女演员看。卢卡当时还死不承认，卢卡还在那儿逗妮娜，问他平时那股劲儿去哪了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身后就传来了脚步声。维克托皇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们跟前，维克托笑着说：“你们两个关系挺亲密啊。”这话听着可不像是在夸人，卢卡赶紧把话题岔开，问皇子会议是不是结束了。维克托倒是挺坦诚，说自己是中途溜出来的。卢卡1秒钟都不想多待，拉着妮娜就准备撤，谁知道维克托突然开口，把他们给叫住了。维克托盯着卢卡说：“父皇正在到处找你。”卢卡带着妮娜已经站到了大殿中央，这阵仗压力直接拉满，坐在上面的正是帝国的皇帝约书亚。他开口第一句就提到了皇位选举，这可是动摇国本的大事。卢卡现在有点拿不准，带妮娜来这儿到底对不对？他干脆开门见山，问是不是因为自己被提名候选人的事。约书亚没绕弯子，直接点头承认了。原来在这个国家，皇帝是靠选举产生的。虽然以前都是皇子走个过场，直接继承皇位，但这次规矩好像要变了，这下麻烦了。卢卡被卷进这种权力斗争，还能全身而退吗？卢卡心里直犯嘀咕，难道皇子继位不是板上钉钉吗？皇帝约书亚倒是看得明白，他说知道卢卡没这份野心，可现在民意根本压不住。原来维克托之前搞外交，差点把国家贸易给搞砸了，全靠卢卡在后面当秘书，找了一帮能干的人才把坑填上。约书亚甚至当众承认，卢卡和妮娜的婚约才是让一切重回正轨的关键。这下妮娜彻底成了全场焦点，这哪是简单的谈婚论嫁，这分明是把妮娜当成了稳住局势的筹码。皇帝约书亚最后给了一点余地，说这事儿还没最后定死，让卢卡回去再掂量掂量。这压力现在全给到卢卡这边了。埃尔罗科突然叫住了卢卡，他特意提到了妮娜，说自己帮不上那孩子，只能拜托卢卡多照顾照顾。妮娜在远处看着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两人到底在说些什么？等回到了书房，妮娜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，她问卢卡：“你真的要当皇帝了吗？”在妮娜看来，当皇帝那可是威风八面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简直太棒了。卢卡听完直接叹了口气，这傻姑娘想得太简单了，皇帝哪是那么好当的，那是整个国家最沉的担子，一旦出了差错，所有的骂名都会砸过来。看看现在的维克托就知道了，那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别看妮娜平时大大咧咧，关键时刻还挺靠谱。她认真的盯着卢卡说，不管你以后是什么身份，我都想留在你身边保护你，只要你别嫌我烦就行。这话一出，卢卡半天没吭声，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卢卡刚把门打开，还没等问清楚是谁，一个身影就直接撞了进来。来人哭得梨花带雨，一边喊着卢卡的名字，一边顺势扎进了他怀里，这动作熟练的让人心慌。站在一旁的妮娜整个人都看傻了，还没等卢卡开口问怎么回事，丽贝卡就哭着喊出来，她说自己实在受不了了，根本不想去当什么皇帝的情。看着怀里哭成泪人的丽贝卡，卢卡只能先稳住她的情绪，他决定亲自送丽贝卡回房间。这种节骨眼上确实不能让她再出什么意外。站在一旁的妮娜这会儿显得特别多余，刚才那些保护卢卡的豪言壮语，现在听起来就像个笑话。卢卡转过头对她说，妮娜，今天你不用再守着我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妮娜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书房里，心里那股滋味别提多难受了。妮娜心里实在憋得慌，转头就去找奥尔德巴兰吐苦水。听完这前因后果，奥尔德巴兰总算明白了，合着你是觉得卢卡要被抢走了？妮娜心里也没底，毕竟对方的身份实在太特殊。奥尔德巴兰也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丽贝卡明明是皇帝的人，现在却跑来跟卢卡走得这么近，这背后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可妮娜现在哪顾得上什么阴谋，她只担心一件事，要是卢卡真的亲口说出不想结婚，那他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又该往哪搁呢？奥尔德巴兰看他这么垂头丧气，忍不住提醒他，你之前不是说要努力得到卢卡的认可吗？妮娜这会儿正没主意呢。奥尔德巴兰直接给他支了个招，既然这样，你就邀请他去参加舞会啊。这舞会可不一般，1年才办一次，全帝国的人都能参加，最关键的是那个传说只要在舞会上一起跳了舞，2个人就能一辈子在一起，不过有个硬性条件，必须得带个舞伴才能入场。妮娜听完倒是挺好奇，反过来问奥尔德巴兰打算怎么办。奥尔德巴兰显然没预料到会被反问，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那天还得值班呢。他特意叮嘱妮娜千万别让自己后悔。奥尔德巴兰看妮娜这么没精打采，伸手摸了摸她的头，这一下安慰倒是让妮娜心里稍微踏实了点。可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叫，听着像是有人在硬闯禁区，场面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。奥尔德巴兰赶紧带妮娜过去查看，发现守卫正拦着一个老人家，老人哭得撕心裂肺，求着守卫让他见见那个女孩。奥尔德巴兰上前询问情况，手下赶紧过来汇报，说这老人一直在这儿胡闹。老人一见来了个管事的，赶紧求救说城堡里有人把他的孩子带走了。这事儿听着就不简单，奥尔德巴兰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，他转头拜托妮娜，能不能先帮个忙，把这位老人家送回城里去。妮娜回到房间往床上一躺，满脑子都是奥尔德巴兰那个提议，真的要主动去邀请卢卡参加舞会吗？这心里还没个定数呢。
女仆突然跑进来传话，说是丽贝卡小姐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这可把妮娜吓了一跳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这位不速之客怎么自己找上门了？既然人都到了，妮娜也只能硬着头皮接待。两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喝茶，妮娜心里直打鼓，主动开口问他到底有什么事。丽贝卡道是挺大方，先做了个自我介绍，接着一句话就直说重点。他说你就是卢卡的未婚妻妮娜吧？丽贝卡这开场白简直是平地起惊雷，她直接摊牌说我爱卢卡大人。这话一出来，妮娜整个人都听懵了。丽贝卡接着开始诉苦，说自己当初进宫名声不好听，是作为情妇被送进来的，在那段最无助的日子里，只有卢卡给了她唯一的温柔。她觉得妮娜和卢卡只是政治联姻，根本没有真感情，居然厚着脸皮求妮娜能不能把卢卡的心让给她。这要求提的简直离谱。妮娜沉默了一会儿，这回她可没打算退缩。妮娜直接回怼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为什么要跑来跟我说这些？有本事你直接去找卢卡呀！丽贝卡听完这话居然笑了起来，她说你说的对，我这就按你说的办。这下轮到妮娜傻眼了，原本是想拿话怼回去，结果人家直接顺杆爬，当场就要去邀请卢卡参加舞会。丽贝卡走到门口还不忘回头警告一句，既然是你让我直接一点的，那待会儿我要是把他抢走了，你可千万别挡我的路。他甚至还补了一刀，说反正这帝国的皇子也会来接你，你就别在这儿操心卢卡了。妮娜还没琢磨明白这话什么意思，结果门一开，卢卡居然就站在外面，看着丽贝卡直接迎了上去。妮娜这心里彻底乱了。就在妮娜心里乱成一团的时候，一只手突然拦住了她的去路，回头一看，居然是维克托皇子。维克托这出场时机抓得真准，他二话不说直接发出了邀请，问妮娜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去舞会。妮娜这会儿脑子里还在纠结卢卡，可维克托接下来的态度简直是不容拒绝。他盯着妮娜一字一句地说，别再想卢卡了，你的舞伴只能是我。维克托也知道这事儿办得突然，但要是现在不开口，妮娜肯定就跟着卢卡跑了。妮娜这下有点为难，毕竟卢卡才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，这关系哪能说断就断。维克托为了抢人也是拼了，又是顶级礼服，又是名贵珠宝，甚至承诺要让他成为全场焦点。结果呢，妮娜连想都没想，当场就把话给顶了回去。这拒绝的可真够干脆的，这舞会他干脆不去了。维克托哪受过这种气，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输在哪了。这下他是真急眼了，动作粗鲁的完全没了皇室分寸，直接把妮娜按倒在床。维克托不甘心地质问，那个卢卡到底有什么好？说不定他现在正跟别的女人做同样的事呢。可妮娜根本没被这话唬住，她心里清楚得很，不管卢卡现在在哪，她都只想护着那个人，只要卢卡能平平安安的生活，哪怕自己受点委屈她也认了。维克托听了这话只觉得可笑，他冷冷地问，哪怕他这辈子都不看你一眼，你也无所谓吗？你这就是在自我感动。妮娜根本没打算退让，她一把推开维克托，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告诉他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对卢卡的心意永远不会变。说完这话，妮娜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，这地方她是一秒都不想多待。维克托独自躺在床上，这下他是真没招了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妮娜骨子里就是个硬气的护卫，根本不是他能随便拿捏的小姑娘。卢卡还是卢卡，凭什么每次都是他？维克托这回是彻底失控了，满地的碎片全是他刚才发泄的后果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堂堂一个皇子，竟然连个护卫的心都抓不住。妮娜这会儿已经走远了，他现在根本没心思管维克托，满脑子都在想卢卡到底跑哪去了。哪怕卢卡之前说了那些狠话，哪怕他现在身边已经有了别人，妮娜还是放不下这种保护欲，早就刻进了骨子里。就算最后被他讨厌，他也认了。就在妮娜急着找人的时候，转角处突然撞上了一个人，这一撞倒让他发现了个意外的情况，眼前这个老妇人看着特别眼熟。妮娜一下子就想起来了，这不就是那天在正门口鬼鬼祟祟的那个人吗？妮娜赶紧把人拦住，想把心里的疑问打听清楚。可这老妇人的反应明显不对劲，她开口第一句就问妮娜是不是在找人。妮娜反应极快，直接问她认不认识那个女人。结果老妇人当场就崩溃了，求着妮娜一定要阻止她。原来那女人收了大人物的钱，竟然是进宫来搞暗杀的。这下妮娜彻底坐不住了。卢卡带着丽贝卡进了一个没人的房间，丽贝卡还没搞清楚状况，卢卡冷冷地叫出了她的名字，丽贝卡小姐。这地方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除了皇帝，也就只有卢卡有这个权限。丽贝卡还想再争取一下，求卢卡跟他走，可卢卡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直接把话封死。上次就已经拒绝过了，这次也没商量。丽贝卡还在那儿演戏，抱怨自己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，就被这么关着。他顺势搂住卢卡，卢卡倒是一点没慌，反而冷静地问他，丽贝卡小姐，你到底喜欢我哪一点？丽贝卡脸不红心不跳，说自己进宫第一眼看到卢卡就彻底沦陷了，还夸他是这世上最威严的男人。卢卡听完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，原来是这样，接着带他走到了露台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丽贝卡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她藏在身后的手猛地一挥，一把尖刀直冲卢卡的要害。可卢卡是什么人？他反手就死死扣住了丽贝卡的手，眼神里全是看透一切的冷漠。卢卡冷笑着问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对吧？丽贝卡这下彻底慌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精心准备的暗杀竟然早就被卢卡看穿了。卢卡这会儿心里透亮，他见过妮奈看他的样子，那才是真的喜欢，所以丽贝卡打一出现，他就知道这女人动机不纯。卢卡没打算跟他废话，直接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，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丽贝卡眼
看事情败露，干脆破罐子破摔了。他一边叫嚣着卢卡不敢杀他，一边又说如果不杀了卢卡，他就没法交代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丽贝卡突然发难，提到了他的奶奶，看来这就是他被要挟的把柄。还没等卢卡反应过来，丽贝卡竟然直接把他推下了露台，这高度掉下去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卢卡拼命想抓住点什么，可四周全是空气，他下意识喊出了那个名字妮娜。就在这要命的时候，一只手死死拽住了他，谁能想到关键时刻赶到的竟然是妮娜。妮娜就这么悬在半空拉着他，他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作为保镖我失职了。妮娜一使劲，总算把卢卡从鬼门关拉了回来，还好赶上了，不然这后果真是不敢想。卢卡这下是真的被吓到了，上来就死死抱住妮娜，妮娜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。可还没等两人缓过神来，丽贝卡已经彻底疯了，她咬牙切齿地吼着：“碍事的家伙，给我去死吧！”就在这刀子要落下的瞬间，一声怒喝直接打断了丽贝卡。住手！谁都没想到，这时候出现的竟然是她最亲的人。老奶奶看着眼前的孙女，满脸都是失望。丽贝卡整个人都懵了：“奶奶，你怎么会在这？”老奶奶带着哭腔劝她，千万别为了这点事杀人，就算日子过得苦一点，只要咱们祖孙俩在一起就行。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维克托竟然也跟着出现了，他这一露面，丽贝卡彻底没戏了。维克托冷冷地问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，丽贝卡这下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原本他只是想拿个奖学金当兵，怎么就把事情闹成这样了？丽贝卡以前的日子过得真不容易，虽然家里穷，但奶奶一直支持她去当兵。可就在快毕业的时候，奶奶突然病倒了，为了照顾唯一的亲人，丽贝卡只能把梦想先放一边。可就在她最难受的时候，有人找上门了，对方直接甩出一张照片，上面的目标竟然是卢卡。那人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：杀了他。丽贝卡哪见过这阵仗，可对方接下来的话让他根本没法拒绝，只要点头，奶奶的医药费就全包了。看着那一整箱的钞票，这乃是钱啊，这简直就是奶奶的命。丽贝卡最后还是接下了这个活，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坑里。这帮穿斗篷的家伙不仅要丽贝卡潜入皇宫杀人，还拿他奶奶的命当筹码，要是敢走漏半点风声，后果他根本承担不起。妮娜看着卢卡，真没想到平时挺老实的丽贝卡竟然就是那个想要你命的人。卢卡低着头应了一声，心里估计也不是滋味。妮娜看着手里的这把刀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自己要是再细心点就好了。维克托站在门口，看着屋里的两个人，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妮娜心里全是愧疚，觉得是自己没安排好，才让卢卡陷入这种险境。可卢卡根本没怪他，反而觉得是妮娜救了自己的命。妮娜犹豫了半天，还是问出了那个憋在心里的疙瘩：刚才在房间里，你和丽贝卡是不是在亲亲？这话一出，卢卡整个人都懵了。结果闹了半天全是误会，丽贝卡当时只是在帮他弄掉睫毛，根本不是什么亲热。妮娜这下真是尴尬到了极点，原来自己一直都在瞎吃醋。既然误会都解开了，妮娜也不打算再缩着了。她鼓起勇气看向卢卡：等会儿的舞会，你愿意跟我跳支舞吗？卢卡这会儿有点犯难，他说自己舞跳的一般，而且两人现在的关系确实有点微妙。就在妮娜心里打鼓的时候，卢卡突然冒出一句：只要别踩我的脚就行。妮娜这下总算放心了，赶紧大声答应下来。卢卡正跟奥尔德巴兰聊着丽贝卡的审讯情况，丽贝卡嘴硬得很，非说这事儿全是他一个人干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卢卡可不信这套，他觉得丽贝卡肯定是有苦衷，8成是家里人被当成人质了。奥尔德巴兰表情严肃，他问维克托：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维克托应了一声：这事儿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能把手伸进皇宫，还能让丽贝卡怕成那样，那个真正的凶手地位恐怕比他们还要高。维克托这回是真的破防了，他在屋里大发雷霆，桌上的文件被扫得满地都是，他咬牙切齿地骂道：该死，怎么又是这样？总有人在背后给他使绊子，他现在压力大得快疯了，要是再这么搞下去，他在别人眼里就彻底成了一个没用的废物。毕竟外面的风言风语就没停过，大家都说皇帝是个明君，可到了皇太子这儿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，甚至有人已经在商量，是不是该换个人来当这个继承人。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，让他整个人都快崩溃了。他甚至觉得连亲生母亲都会嫌弃他。就在他最难受的时候，卢卡推门走了进来：维克托大人，我是来跟您对一下明天的行程。维克托这回是彻底想通了，既然讲道理没用，那就只能用最狠的手段了。他低声应了一句：我明白了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卢卡付出代价。女仆急匆匆跑进来：妮娜小姐，家里来信了，是您父亲寄过来的。妮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父亲？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明明只是个在邻国做生意的商人，可等他拆开信看了一眼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信里的内容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卢卡正打算去忙正事，结果被奥尔德巴兰给拦下了。还没等两人说上话，妮娜就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，这动静大的差点把大门都给拆了。卢卡赶紧问出了什么事，妮娜手里死死攥着那封信，说他父亲刚寄了消息过来。谁能想到信里第一句话就是问他想不想解除婚约直接回老家。这话一出，卢卡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原来妮娜的父亲前阵子突然病倒了，人在病床上这一躺，心思就全变了。他开始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让宝贝女儿远嫁他乡，现在他只想见妮娜一面，把心里话都说清楚。可这封信来的实在太突然，妮娜这下该怎么选？卢卡看着眼前的妮娜，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。妮娜这下是豁出去了，她大声表态自己绝对不要和卢卡分开。为了保住这段婚约，妮娜决定立刻动身去邻国，无论如何都要说服她父亲。
看着妮娜这么坚定，卢卡半天没说话。这事儿显然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。旁边的奥尔德巴兰倒是一脸轻松，调侃说：“这感情可真够热烈的。”卢卡现在心思全在妮娜身上，他转头对奥尔德巴兰说：“明天的会议，你能不能替我去参加？”奥尔德巴兰答应得很干脆，让卢卡尽管放心去忙。他还主动提出，维克托大人那边他也会负责去解释清楚。卢卡应了一声，带着妮娜转身离开。卢卡突然叫住了妮娜，这一伸手直接把人给拽住了。他语气特别坚定，这趟远门他必须得陪着一起去。两人已经坐上了出城的马车，外头正下着大雨，车厢里的气氛也有点微妙。妮娜心里直犯嘀咕，忍不住问卢卡：“你放着正事不干，干嘛非要跟着我跑这一趟？”卢卡倒是挺会打太极，直接把话题给绕开了。他说：“这都不叫事儿，现在最要紧的是你父亲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？”妮娜被他这么一问，心里更虚了。她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全是凭着一股子冲动，最关键的是，她压根就没见过这位父亲啊！这要是见了面，岂不是分分钟就要露馅了？卢卡这心里其实也没底，毕竟他从来没见过妮娜的父亲。这不，两人顶着大雨赶到了地方。这阵仗一看就不简单，侍从在前面带路，妮娜这会儿紧张的不行，只能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毕竟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能走错。门一推开，妮娜赶紧冲了进去：“父亲，您没事吧？”妮娜的父亲看起来气色不错，一点都不像生病的样子。他笑着问：“妮娜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”妮娜这下彻底懵了，不是说病得快不行了吗？父亲倒是挺坦然，说那只是为了让她赶紧回家，随口编的一个小谎。可还没等妮娜松口气，父亲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他在信里其实早就说清楚了，妮娜的婚约现在已经正式取消了。这消息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，妮娜当场就喊了出来：“绝对不行，这事儿她绝不答应。”妮娜这会儿也是豁出去了，当着父亲的面把卢卡夸得天花乱坠，求父亲千万别取消婚约。父亲倒是没急着发火，反而先跟卢卡打了个招呼。卢卡也赶紧自报家门，说自己是皇太子的秘书。结果父亲这老狐狸先夸卢卡有本事，接着话锋一转，说妮娜根本配不上他，这明摆着是要赶人走。妮娜哪能听这个？她死死抓着父亲，非要嫁给卢卡不可。这下彻底把父亲惹毛了，他大吼一声，让妮娜别再胡说八道，这门亲事今天必须断了。妮娜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一些不好的回忆一下子全涌了上来，这下她是真的怕了。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卢卡直接把妮娜护在身后，他冷不丁来了一句：“咱们干脆开门见山吧。”父亲这下也有点懵，问他到底想说什么。卢卡这嘴可真毒，他一眼就看穿了，这场联姻本来是对方的大生意，现在突然反悔，肯定是有人给了更高的价码。父亲倒也干脆，直接承认了，只要能发大财，他什么都能豁得出去。妮娜在后面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这还是他那个父亲吗？结果卢卡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。既然你这么看重利益，那不如把赌注压在我身上，只要我能当上皇帝，你想要的不就全都有了吗？谁能想到，为了搞定那个视财如命的妮娜老爹，卢卡竟然玩了这么大一把。这不，两人已经在家里练上午了，可妮娜这会儿明显不在状态，一脚就踩了上去。卢卡疼得直咧嘴，他费了那么大劲才说服妮娜父亲，要是妮娜在舞会上掉链子，那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妮娜的父亲当时听完也傻了，当皇帝这种话，卢卡竟然真敢说出口。但卢卡的计划非常周密，下个月的皇室舞会就是他最好的舞台，只要他带着妮娜惊艳亮相，不仅能刷爆国民好感度，还能直接拿到皇帝的赏识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豪赌，每一步都得算计清楚。卢卡甚至跟对方签了对赌协议，如果舞会之后觉得他没胜算，婚约随时可以作废。可一旦他赢了，整个国家的贸易大权就全是对方的了。这买卖听起来稳赚不赔，可妮娜看着眼前的卢卡，心里却一点底都没有。卢卡一眼就看出妮娜在走神，问他到底在琢磨什么。妮娜这会儿心里全是愧疚，觉得卢卡是为了帮他摆脱家里，才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。卢卡可没心思听他感伤，直接一把将他拉到怀里，让他再靠近点。这距离确实有点越界了。妮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卢卡就一脸严肃地提醒他，要是想不被抓回去，就老老实实把舞练好。妮娜还是忍不住问了，你明明对皇位没兴趣，为什么要撒那种弥天大火？卢卡倒是淡定，说不把饼画大一点，怎么能让那个老狐狸上钩？只要按计划行事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妮娜脚底下又出错了，这舞练的真是一波三折。妮娜整个人直接往卢卡怀里撞，她刚想开口道歉，结果下一秒这气氛唰的一下就变了。卢卡不仅没躲，反而顺势把她搂得更紧，这距离近的连对方的呼吸都能感觉到。妮娜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刚才那是怎么回事？是亲到了吗？卢卡这会儿也没了平时的淡定，他松开手，语气生硬地说：“今天就练到这儿吧。”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妮娜一个人在屋里发呆。他摸着自己的嘴唇，心里乱成了一锅粥。刚才那个到底算不算个吻？卢卡这一走，心里其实比谁都乱。明明妮娜战斗的时候那么强，怎么一到跳舞就笨得让人没法理解？但他心里清楚，真正让他烦躁的根本不是那几个错步，刚才那个意外就像扎了根一样，怎么都甩不掉。为什么偏偏是他？偏偏是这个女人，能让他彻底乱了分寸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原本只是想演场戏，结果卢卡自己好像先当真了。大消息啊，奥尔德巴兰的同僚居然要结婚了。
这消息一传开，身边的人全都炸锅了。毕竟让人家姑娘等了这么久，确实该给个名分了。作为维克托皇太子的禁卫队长，奥尔德巴兰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顺风顺水。跟卢卡也是铁哥们，同僚正琢磨着要让未婚妻成为最幸福的人，结果一个名字直接让奥尔德巴兰当场愣住。麦拉来了，那个曾经在学院教过他的女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找上门。看奥尔德巴兰这紧张的样子，这门后的见面恐怕没那么简单。门一开，麦拉就这么站在光里，他轻声打了个招呼：“好久不见了，奥尔德巴兰。”奥尔德巴兰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只能干巴巴的喊一声：“教官。”麦拉倒是很客气，说自己突然造访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奥尔德巴兰赶紧摆手，问他这些年过得怎么样。麦拉笑了笑，说自己早就不是教官了。奥尔德巴兰这才改口，问麦拉夫人这次进宫是有什么事。原来麦拉收到了舞会的邀请，但他没法参加，所以特意跑这一趟来当面拒绝。奥尔德巴兰听完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毕竟这个女人曾经可是他的教官啊。看着眼前的麦拉，奥尔德巴兰想起了以前，那时候麦拉还是他的教官，也是他最崇拜的人。为了能追上麦拉的脚步，他天不亮就开始加练。麦拉问他怎么还不走，他大声喊着，光靠上课那点时间根本不够。麦拉听了只是笑笑，摸着他的头说：“我看好你，以后肯定有出息。”这一下可把奥尔德巴兰给点燃了，他红着脸喊出心里话，说以后一定要变得比麦拉还强，要成为能跟他并肩作战的男人。麦拉答应了，说这可是咱们的约定。当年的奥尔德巴兰心里一直藏着个秘密，他原本打算等毕业了就亲口告诉麦拉自己的心意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还没等他开口，麦拉就被邻国的贵族看中，直接嫁了过去。这件事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麦拉想要的生活。麦拉看着眼前的奥尔德巴兰，笑着夸他长成了可靠的男人。奥尔德巴兰也只能客气的回应，说自己现在已经是维克托的禁卫队长了。他试探着问起麦拉的孩子，麦拉无奈的笑了笑，说每天陪孩子玩过家家，确实挺累人的。就在气氛还算融洽的时候，麦拉突然话锋一转，盯着奥尔德巴兰问：“你还没结婚吗？”这一句话直接把奥尔德巴兰问住了，他支支吾吾半天，硬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麦拉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说：“你现在确实比我还要强了。”听到这话，奥尔德巴兰心里却很不是滋味，觉得自己还是那个放不下过去的胆小鬼。麦拉倒是看得开，说：“你现在身边有这么多同伴，已经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”话说到这份上，这趟叙旧也该结束了。谁知道麦拉临走前突然提了个让人意外的要求，他想见见那个被关起来的丽贝卡。卢卡这边也刚送走客人，随着马车缓缓驶离，舞会的准备工作总算要收尾了。卢卡现在也有点迷茫，忙活了这么久，他突然开始问自己，到底是为了什么才这么拼命？是为了妮娜吗？还是说他心里其实还有别的打算？就在这时候，奥尔德巴兰走过来泼了盆冷水，他说：“别以为人家会一直等着你，这世上可没这种好事。”卢卡还没反应过来，奥尔德巴兰又补了一刀，如果不把心里话说明白，这段关系永远只能原地踏步。说完这些，奥尔德巴兰倒是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留下卢卡一个人在那琢磨。被奥尔德巴兰这么一击，卢卡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，他急匆匆地推开房门，想把心里话全道出来，可谁能想到屋里等着他的竟然是维克托。卢卡刚想喊妮娜的名字，声音却卡在了嗓子眼里。这深更半夜的，维克托怎么会出现在这？维克托深情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卢卡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，他没再多留一秒，直接转身离开了走廊。屋里的妮娜还没搞清楚状况，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维克托解释说，想在舞会开始前正式把心里话告诉你，顺便为前几天的鲁莽道歉。妮娜赶紧摆手，说自己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她刚想把话说清楚，维克托却伸手拦住了她，让她先别急着给答案。维克托感叹说，当初就是被妮娜这种坦率的性格给吸引的。妮娜一听，赶紧解释，说自己只是在追星，只要看到喜欢的人过得好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维克托听得一头雾水，显然没明白这种单纯的崇拜是什么意思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如果当初被你支持的那个人是我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”可还没等妮娜反应，维克托就先道歉了，说自己刚才有点语无伦次。维克托赶紧打了个圆场，让妮娜把刚才那些话全忘了。妮娜倒是一点没介意，反而觉得现在的维克托看着比平时顺眼多了。以前总觉得他身上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，现在这种偶尔的真性情反而让人觉得亲近不少。妮娜笑着表态，只要维克托不嫌弃，她会一直站在粉丝的角度给他加油。说完这话，他找了个借口赶紧溜了，说是得去练习舞步。看着妮娜离开的背影，维克托整个人都沉了下来。他自嘲的想，像他这样的人到底有什么值得被期待的？而另一边的妮娜心里其实早就乱成一团了，她现在满脑子想的全是待会儿怎么在卢卡面前表现的自然一点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把接下来的舞跳好，要是出了差错，这婚约可就真保不住了。走廊里有人在小声嘀咕，说皇太子的护卫队长怎么亲自跑来站岗了？妮娜心里咯噔一下，奥尔德巴兰他怎么会在这儿？看着不远处那个熟悉的背影，妮娜没多想，直接走过去打了个招呼。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奥尔德巴兰一把捂住了嘴，这动作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奥尔德巴兰压低声音道歉，说要是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奥尔德巴兰这一捂，直接把妮娜带进了一个大秘密里。门缝后面站着的竟然是埃尔罗科，这偷听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埃尔罗科正跟女仆抱怨说那个商人真是贪得无厌。妮娜还没反应过来，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她心里凉了大半截。埃尔罗科口中的商人竟然就是妮娜的父亲，这事儿
可闹大了，为了换个官职，他竟然私下提供了足以做成4枚炸弹的火药，这已经不是贪财的问题了，这是要把全家都送上断头台啊！妮娜怎么也想不到，家里竟然藏着这种掉脑袋的秘密。奥尔德巴兰看情况不对，赶紧带着妮娜撤离，这地方多待1秒，命可能就保不住了。他低声给妮娜道歉，说要亲自送她回房间。妮娜还是没忍住，问奥尔德巴兰为什么要在那偷听。奥尔德巴兰叹了口气，说是不想让他和卢卡受伤。这话听得妮娜一愣，怎么还扯到卢卡身上了？奥尔德巴兰看着窗外，语气里全是无奈。他说看着妮娜这么拼命，为了保护心爱的人不顾一切，就想起了以前的自己。妮娜试探着问，难道你以前也有过深爱的人吗？奥尔德巴兰苦笑了一下，他承认了，但他不像妮娜这么勇敢，他从来不敢表白，因为太害怕听到拒绝的答案。他只是想让那个人知道，这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在深爱着他，而且这种机会可能随时都会消失。妮娜听得心里酸酸的，就在这一刻，她发现这个平日里冷冰冰的骑士队长心里竟然藏着这么深的情分。奥尔德巴兰这番话算是彻底把心里的包袱放下了。他说也该对自己诚实一点，这种坦诚倒让气氛变得轻松了不少。转眼就到了舞会当天，整个皇宫张灯结彩，决定命运的时刻终于来了。奥尔德巴兰换上了正装，嘴里还在不停的抱怨，说自己明明是来工作的，穿成这样实在太碍事。结果一转头，他直接被眼前的卢卡给镇住了。这哪还是平时那个卢卡呀？奥尔德巴兰忍不住问：“你以前真的只是个平民吗？”就这通身的气派，说是哪国的王子都有人信。卢卡没心思开玩笑，催着赶紧去接妮娜，毕竟今晚能不能成，全看接下来的表现了。就在这时，妮娜推门走了出来，这一露面，卢卡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。妮娜这身打扮简直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妮娜看到卢卡也愣了一下，差点脱口而出，说这衣服像她第一时穿的那件，还好反应快，赶紧把话给咽了回去。她赶紧换个话题，夸卢卡今天帅得过分，这直球打的卢卡整个人都不自在了。卢卡憋了半天，才小声回了一句，说妮娜今天也很漂亮。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微妙起来。旁边的奥尔德巴兰看着卢卡这副害羞的样子，忍不住在后边偷笑。这助攻当的也是没谁了。卢卡被笑得老脸一红，干脆破罐子破摔，催着大家赶紧出发。再待下去，他这高冷人设怕是要崩干净了。妮娜笑着答应了一声，两人并肩走向大门。今晚这场舞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？舞会现场热闹非凡，到处都是盛装出席的名流。维克托正忙着和宾客应酬，谁也没想到今晚会来一位重量级的不速之客。人群里突然传出一阵骚动，那个男人一露面，周围的人全愣住了，居然是西德里乌斯国王。这位邻国国王可是出了名的难请，年年发邀请函，他年年都不给面子，今天怎么破天荒的露面了？西德里乌斯国王主动找上约书亚，客套地说以前没能参加，真是抱歉。约书亚虽然嘴上说着没关系，但心里肯定在犯嘀咕，这位大忙人今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舞会正热闹着，灯光突然全灭了，底下的人全乱了套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2楼台亮起一道光，一个披着斗篷的男人出现在那儿，这出场方式可真够高调的。男人开口了，说今晚要借这个场子给大家伙儿整点不一样的娱乐节目。等他摘下兜帽，全场都看清了，果然是卢卡。随着他走下楼梯，音乐也跟着响了起来，这曲子听着还挺耳熟，底下的人全懵了。卢卡不是皇太子的秘书吗？他这唱的是哪一出？卢卡直接走到马舒里公爵夫人面前，这下子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卢卡这一开口，直接把在场的夫人们给拿捏了。被叫到名字的这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卢卡笑着说，今晚在座的每一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这记性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摆明了是在给所有人一个下马威。紧接着他转过身，对着上座行了个礼，大方的感谢约书亚国王和西德里乌斯国王给了他这个表现的机会。这胆识确实让人刮目相看，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约书亚这会儿也有点坐不住了。就在全场气氛达到顶点的时候，卢卡突然话锋一转，说还要请出最后一位重量级嘉宾。这扇大门一开，今晚真正的女主角终于要登场了。妮娜这一露面，全场一下子安静了，大家都在私下打听宫里什么时候多了位这么漂亮的贵女。卢卡这出戏演的是真到位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向妮娜发出了邀请。妮娜也没含糊，大大方方把手递了过去。随着音乐响起，这两位直接成了全场的焦点。坐在高位上的维克托这会儿一动不动，可谁都能看出来他现在的处境有多尴尬。这支舞一跳完，今晚的局势怕是彻底脱离掌控了。这场舞跳的全场都没话说了，卢卡和妮娜配合的天衣无缝，这开场效果简直拉满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他们勾走了。看来之前的准备都没白费，局势正按着计划在走。卢卡这会儿正得意呢，只要能这么稳到最后，今晚的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。可谁能想到，意外偏偏就在这时候发生了。就这一下，整个节奏全乱了。卢卡这回是真的没反应过来，这要是真摔了，那可就不只是丢脸的问题了。妮娜这反应速度确实没谁了，这一下接得稳稳当当，总算没在这么多人面前出洋相。卢卡小声说了句谢谢，妮娜倒是挺淡定，回了个礼貌的微笑。这危机一解除，气氛反而比刚才更到位了。全场掌声雷动，连国王都忍不住叫好，直夸这场表演精彩。卢卡也顺势客套了几句，感谢国王给的这次机会。
不过西德里乌斯国王一开口，气氛就有点微妙了。他特意点出卢卡的名字，说是卢卡3番5次的登门，才总算把他给请动了。这下大家总算明白了，原来今晚的外交局面能这么顺，全靠卢卡在中间周旋，甚至还帮皇太子挽回了面子。约书亚国王越看卢卡越顺眼，只夸他这个平民出身的秘书官确实比谁都懂人。妮娜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父亲竟然转身就要走。妮娜赶紧追上去喊了一声父亲，问他是不是这就要离开了。父亲头也不回的应了一声，说今晚该看的都已经看够了。卢卡这会儿突然凑到妮娜耳边，当着妮娜父亲的面问了一句，那您是不是也该履行诺言，同意把妮娜嫁给我了？妮娜父亲停下脚步，只留下一句，只要你能完成那个约定。妮娜这会儿总算能喘口气了，刚才那场舞跳的确实尽兴，看来之前的苦练没白费，这开场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。心情一放松，妮娜就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，这可是她记忆里那个乐队的新歌，按理说这个世界的人根本不可能听过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卢卡突然在背后接了话，不仅听出了旋律，还准确说出了歌名。这下妮娜彻底懵了，还没等她想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卢卡接下来的这句话简直像个炸弹。她盯着妮娜问，难道你也是转身过来的？卢卡这一句话直接把妮娜给问懵了，她支支吾吾半天，脑子里全是该怎么圆场。毕竟这种秘密一旦承认就没回头路了。卢卡根本不给他机会，直截了当的说，你要不是转身过来的，绝对不可能知道那首歌。他一步步逼近，追问妮娜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，甚至还问出了那个最扎心的问题，你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死的吗？妮娜终于还是没瞒住，她说自己在新闻上看到过他失踪的消息。卢卡这下全明白了，原来你一直都在瞒着我。妮娜终于说出了真心话，其实她以前就是卢卡的死忠粉，一直不敢承认，是怕卢卡知道后会赶他走。卢卡听完沉默了，他看着眼前的妮娜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既然大家都转生到了这里，那就说明上辈子的命都已经丢了。妮娜想起以前的事，语气里带着点无奈。她说自己是为了救一个孩子，被掉下来的钢梁砸中的。这死法虽然惨，但起码走得还算体面。可当妮娜问起卢卡的时候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卢卡自嘲地笑了笑，说出了那个让他最心寒的真相。他说我是被粉丝亲手捅死的。谁能想到，曾经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大明星，最后竟然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手里。卢卡想起了以前的事，那时候的粉丝还是他的铁粉，在签售会上表现得特别激动。卢卡当时还觉得能被粉丝记住是种福气，可谁能想到，这张看起来单纯的脸，最后竟然成了他的噩梦。卢卡冷冷地说，我当然记得他，因为就是他亲手杀了我。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变质的呢？大概是从信箱里莫名其妙多出来的那些信开始。卢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人盯上了，除了搬家他根本没别的办法。但这只是个开始，对方的欲望越来越大，甚至开始跟踪他的私生活，查地址堵车门，这种密不透风的爱已经快要把他给逼疯了。卢卡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女人居然又跟到了家门口，这种躲不掉的监视，换谁都得崩溃。卢卡终于忍不下去了，他大声质问对方，能不能别再干这种事了？结果这女人还一脸委屈，觉得卢卡作为偶像就该关心和接受粉丝的一切。卢卡冷冷地甩下一句，你这根本不是爱，只是个麻烦。麻烦这两个字一出口，对面的女人彻底破防了，她开始歇斯底里的尖叫，觉得卢卡不该这么残忍。看着对方那副扭曲的样子，卢卡心里只剩下厌恶，他根本不需要这种负担，可他还没意识到，这种极端的占有欲马上就要失控了。卢卡永远忘不了那一刻，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粉丝，竟然把刀尖对准了他，就因为他拒绝了那种病态的爱，他的生命就那样荒唐地画上了句号。妮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卢卡心里的那道疤竟然是这么来的。卢卡自嘲地笑了笑，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活得那么自暴自弃。那时候的他明明最喜欢在人前唱歌跳舞，可现在他只想把自己藏进阴影里，谁也不见。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哈里出现了，这个戴着八角帽的小家伙盯着卢卡那张脏兮兮的脸，居然夸他长得帅，还说刚才那首歌好听得不得了。这大概是卢卡来到这里后听到的第一句真心话。哈里的一句想学唱歌，彻底改变了卢卡的现状，这里的邻里街坊给了他活下去的动力。卢卡开始在街头卖艺，原本只是为了混口饭吃，结果却成了下城区最火的节目。谁能想到，这歌声竟然传到了维克托的耳朵里？这位皇子殿下显然对这种新鲜玩意儿起了兴趣。卢卡看着身边的妮娜，说后来经历了很多，才最终走到了他面前。妮娜终于听懂了，是这座城里的人一点点缝补好了卢卡破碎的心。但卢卡心里清楚，真正让他彻底放下过去的，其实是眼前这个女孩。卢卡笑着说，其实你也一样救了我。妮娜听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她觉得自己之前太自私了，只顾着为这门婚约高兴，却根本不知道卢卡背负着这种阴影。卢卡坦白说，起初他确实有过顾虑，怕妮娜也只是迷恋他的外表，怕那场噩梦会再次重演。可事实证明，他这次真的看走眼了。卢卡顺势靠在妮娜肩上，语气也变得轻松起来。他说这辈子还是头一回被女孩子用公主抱的方式给救了。妮娜被逗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在卢卡眼里，妮娜平时看着总是一副软萌的样子，可真到了节骨眼上，她比谁都像个英雄。卢卡盯着妮娜，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温柔。他说我就喜欢你这一点。眼看气氛都烘托到这了，结果哈里这小家伙突然冒出来大喊大叫，这下什么浪漫都没了。
妮娜被哈里急匆匆地叫走了，留下卢卡一个人在原地发愣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身后就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。维克托慢悠悠地走过来，语气里全是嘲讽。他说：“真没看出来啊，你居然还惦记着那个皇位。”卢卡还没来得及反驳，维克托就直接摊牌了。原来这场舞会从头到尾就是个局，全是为了接下来的皇室选举。维克托死死盯着卢卡，眼神冷得吓人。他说：“卢卡，我一定会彻底击垮你。”这下子，两人的关系算是彻底撕破脸了。